大家好，欢迎回到 LED 与 LED 制程与应用的最后一个单元了。好，在我们最后一个单元30呢，我要跟各位谈谈半导体雷射的未来的发展。OK，半导体雷射的发展到现在为止哈，我们知道雷射是1960年发明出来的哈。那么真正可实用化操作的雷射呢，是在1970年做出来的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53年的时间了。那基本上半导体雷射的结构基本上算是相当的成熟了。然后呢，应用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广泛。那尽管如此，半导体雷射未来的发展呢，还是有相当多的一个潜力。然后呢，可以研究的方向呢也相当的多哈。那我认为呢，半导体雷射未来的发展可研究的方向除了我们可以去做不同的材料的这个雷射的制作之外半导体的材料制作之外呢，那就功能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呢会趋向于这个雷射呢会希望能够把它做得越做越小。越做越小的好处就是就像摩尔定律一样我们能够在同一片 wafer 上面能够就是放入的雷射的元件呢就会越来越多，那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那第二个呢，就是雷射的调变速度会越来越快。这个 faster 是指说它的调变速度会越来越快。那这个呢，也是为了要在信号处理还有通讯interconnect 上面呢的功能的需求。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信号处理或者是通讯的 bandwidth 呢，这个永远都不会停歇，永远都希望 bandwidth 越大越好，传输的速度呢越快越好。那么作为光源的这个雷射呢，当然我们也会希望半导体雷射的操作速度呢，调变的速度呢能够越做越快。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半导体雷射的发光的功率或者是我们叫做亮度呢越亮越好。所谓的越亮越好的意思就是说，在单一块晶片上面的雷射能够发出来的功率是越高越好，所以我们叫做亮度，就是越亮越好。那这个呢，当然不管是在这个工业上面的用途，越亮我们就代表了我们能够做 material processing 的能力就越强，甚至我们可以用在核融合的这个应用上面。或者是我们用在这个pumping 别的雷射的用途上面，因为半导体雷射本身的效率呢是非常高的。那另外呢，比如说在 3D 感测上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比较高功率的雷射，可以让我们感测比较远的距离的物体。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跟别种材料整合，尤其是跟 silicon 整合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呢会越来越多。这就是所谓的 silicon photonics 的范畴。因为一般的主动的光电元件呢，通常都是在化合物半导体上面去生长和制作的。比如说像 gallium arsenide indium phosphide或者是 gallium nitride 等等，都是35半导体。那 silicon 本身的缺点就是它不发光，它是 indirect band gap 的材料，所以它不发光。但是 silicon 又是作为这个电子电路元件，电子元件，然后 VLSI 的最重要的一个 backbone，最重要的一个 platform。所以现在的趋势呢，就是希望能够把35的材料和 silicon 的材料呢，把它整合在一起，让光和电的转换呢更为顺畅，那功能呢更为强大，这个叫做 versatile。所以半导体雷射，我认为未来的这种异质整合的研究，还有异质整合的能力呢，就会越来越强大，可以提供更多的功能。OK， 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半导体雷射呢会越做越小。那这边呢，我们就举2个例子，就是如何把半导体雷射做小的2个例子。那第一个例子呢，就是使用光子晶体。所谓的光子晶体呢，就是指它们的就是我们可以在 wafer 就是材料这薄膜上面呢，刻出一个又一个的小洞，像这样子，一个又一个的小洞。那这些小洞本身的这个大小跟光的波长差不多，所以呢，这就好像电子在半导体的晶格里面运动一样。
好，那半导体电子在半导体里面的晶格运动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会有所谓的 band gap 的现象？会有导带，会有价带，也会有 band gap 的现象，对不对？所谓的 band gap 就是说电子没有办法在这个 band gap 这个能量这边呢存在。好，那光子晶体也是类似的概念。好，光子晶体呢也存在一个 band gap。在这个 band gap 里面呢，光是没办法存在在这个 band gap 里面的。好，所以呢，我们可以制作出一个光子晶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薄膜，然后呢，中央呢，让它类似就是我们这个小洞呢就不挖，好，那是不是就好像是存在一个缺陷这样子的感觉，就像这样子，这边都是周期性的这个光子晶体的孔洞，这边都是周期性的光子晶体的孔洞，中央呢形成一个 waveguide。好，波导，好，它其实是一个缺陷了，因为不存在光子晶体，它就是缺陷嘛。好，那我们其实在半导体的理论里面就知道，一旦有缺陷，就表示它可以在 band gap 的中央呢形成 discrete 的 energy level， 表示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存在。好，那在光子晶体里面的缺陷可以存在的是什么呢？存在的就是光了，所以光呢会被局限在这个波导里面。好，光会局限在这个波导里面，会被局限的很好。好，所以这个波导的大小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波导里面呢形成一个共振腔。这个共振腔的大小呢只有5乘上 0.3 乘上 0.15 micron 的3次方的大小。哈，这个是比 VCSEL 的主动层呢还要小的这样子的一个模态，还要小的一个模态的体积。然后呢，它是用左右两边去电流注入的方式，所以它不是一个 从上面往下看的是一个 PIN 的 structure， 它反而是这是一个就是创新的结构，它变成是水平式的 PIN 的结构。这个 P 型的半导体和 N 型的半导体呢，可能分别是用一了是 MOCVD 的再成长，或者是使用 diffusion 或者是 implant 的方式呢把它制成。然后电流流经的方向就变成是水平方向上流经，共振腔在这个方向上形成。所以呢，它可以操作在非常低的电流情况底下。你看，这个是 microamp 的条件，它就可以达到雷射的条件。这个是用电激发操作，世界上目前可以操作最小、体积最小，然后呢，它的操作速度最快的一种半导体雷射。这个叫 lambda scale 的 embedded active region 的 photonic crystal 雷射，是用光子晶体的方式来制作的。OK。好，那么我们实验室呢，用另外一种方式呢，来让雷射的体积缩小。我们使用的是表面电浆子的方式来让光学的体积缩小。那什么叫做表面电浆子呢？表面电浆子呢，一般来讲它会出现在金属和半导体的接面。那当我们的能量和动量的守恒条件存在的守恒的就是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会形成一个表面电浆波。我们表面电浆波叫做 surface plasma surface plasmonic surface plasma polariton。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光呢，它会被局限在 semiconductor 和 metal 之间，然后呢，它的模态体积可以非常的小，可以打破我们前面所说的绕射极限 diffraction limit。一般我们说 diffraction limit 就是我们能够聚焦的大小 diffraction limit 大致上跟波长和 NA 波长成正比 ，NA 成反比嘛。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这个 photonic crystal 雷射的这个大小大概就是跟一个波长的大小是差不多的。一个波长大小差不多的，所以它这种雷射它并没有打破绕射极限，也就是说它的最小就只能够做到这样子了，所以它的大小呢是由绕射极限所决定的。但是呢，我们所做的这种表面电浆纳米雷射呢，我们把这个表面电浆的维度降为1维之后，这个表面电浆波呢只存在在这个边角的这个地方。那它的大小呢，这个雷射的模态呢是波长的10的负5次方的大小，也就是说，我们把绕射极限往下缩小了5个 order。所以呢，这个是世界上体积最小的一种半导体雷射。
好，世界上体积最小的一种半导体雷射。那它是 single mode 的操作。那这种半导体雷射呢，因为它的体积太小了，以至于我所发出来的雷射光啊的模态啊只有一个，然后呢，它非常容易达到几乎是 thresholdless 的操作，几乎没有阈值的操作。好，当你没有阈值条件操作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它的 beta factor 很大，我们叫做 spontaneous emission coupling factor。好，就是 couple 到我们的这个共振腔的模态的自发性放射已经大到自发性放射只要放出来就会进入到雷射模态里面，所以这时候呢就几乎不需要 threshold， 我就可以达到雷射的操作哈。所以这种雷射如果能够做到电激发的话，它的实用性呢会非常的大，而且呢它的高速调变的速度呢也会非常非常的快。好，那这个是我们实验室在最近呢 demo 的一种表面电浆奈米雷射，在一个维度上面呈现的哈。那我们近期呢也有呈现零维的plasmonic nano laser。那如果是零维的话，那我们可以称它叫做 localized surface plasma， 局域型的表面电浆的奈米雷射。好，那么雷射的操作速度啊，其实近几年来呢也不断的在增加啊，也不断的在往前进展。好，那要增加半导体雷射的操作速度呢，如果就操作面上面来讲的话呢，其实有一个方法很快很简单，就是我们把我们操作的电流呢往上提升。好，那这是一个半导体雷射 VCSEL 的一个modulation response 的模型的这个量测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的电流逐渐的往上升的时候啊，我们的操作的频宽也逐渐的加大。好，像这个操作在4毫安的时候，我们的 3dB 的频宽呢就可以到达30个 GHz。好，那 3dB 的频宽可以到达30个 GHz 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传输的速度位元数呢就可以达到50个 Gigabit per second。好，50个 Gigabit per second。那我们前面有介绍过，有一个叫做 PAN4 的 modulation 的 format， 可以直接把这个50个 Gigabit 呢直接往上提升，变成100个 Gigabit per second。好，100个 Gigabit per second。所以呢，近年来50 GHz 单颗的这个操作呢，可以到50G。好，那我们也可以利用平行传输的方式，像这边我们可以平行制作出6颗半导体雷射，6颗 VCSEL， 好，放在这里，我们可以利用一种特殊的，就是多核的光纤 couple 到光纤里面去，我们就可以直接从50G 乘6变成300个 Gigabit per second。好，那我们也可以用 parallel 的光纤啊，比如说我们一下乘8颗，我们就可以达到400G 了。那如果我们用 PAN4 的 format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变成800G。好，那现在的这个VCSEL 的研究单位啊、学者啊，或者是这个机构呢，目前的目标呢，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单颗用 PAN4 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达到200G。好，200 Gigabit per second。所以一旦我们平行处理8颗的话呢，我们就直接进入到 1.6 Terabit per second 这样子的一个速度的境界了。好，所以还有很多的方法呢，来可以增加这个雷射的 modulation 的速度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雷射的模态，好，比如说我们这个雷射的模态，或者是我们的 polarization， 好，来去做这个就是在同一个频道里面呢去做传输哈。我们可以用模态来在同一条光线里面传输，不同的模态彼此之间是正交的，它不会互相干扰，所以我们可以用模态来做调变，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polarization 来做调变，我们也可以用我们前面有稍微提过的叫做 vortex 的 OAM 的这个就是它的 topological charge 的多寡因为彼此之间也是正交的，然后呢可以放到同一条光线里面去做传输，这些呢都可以增加传输的速度都可以增加传输的频宽OK， 好，那么我们也希望雷射呢能够做得更亮，这时候就进到了 high power 雷射的范畴。好，那这是一个边射型雷射的一个常用的高功率雷射的一个结构。那怎么样让高功率雷射
怎么样让变色型雷射的功率增大呢？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发光的面积 range 变大，从50 micron 甚至到500 micron，当你的面积放得越大，就是 range 越宽的话，能够发出的光就会越强。然后呢，另外就是共振腔的长度呢，让它变长一点，所以呢，我的发光的放大增益的程度呢就可以越大。好，那不过就是当我们把这个ridge 或者是 mesa 的宽度变大的话，常常会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的模态会不稳定，常常会有一个叫做 filamentation 的现象 ，filamentation 的现象。filamentation 的现象，那这个 filamentation 的现象呢，就会造成模态的不稳定，因此而限制了雷射光的功率的输出。那像这种边色型雷射单颗，我们就可以做到 29.5 瓦单颗。那更别提我们如果做成阵列的话，一个阵列呢可能可以放到10颗甚至上百颗。比如说放入10颗的话呢，就有300瓦了。放入10颗就有300瓦了。那我们这个一维的阵列的靶条可以把它堆叠在一起，形成一个 stack。那这个 stack 呢，就可以达到上千瓦kilowatt 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了。那这个呢是在工业用途上面相当常见的一种高功率雷射的一种使用的方式。那么 VCSEL 其实也可以做到高功率的阵列。那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形成2维的 emitter，2维的这个 aperture， 形成2维的阵列，我们的功率呢也可以到达瓦级。那尤其是 VCSEL 它可以在短 pulse 的情况底下，它是可以到达 kilowatt， 每millimeter 平方呢是可以到达1000瓦等级的这样子的一个输出。那近年来还有一种很特殊的这个特性很不错的雷射呢，叫做光子晶体的面色型雷射。这个光子晶体面色型雷射跟前面的这一个光子晶体雷射呢的操作机制呢有点不太一样。这个光子晶体雷射呢，它操作的机制是使用 band gap 的 effect。那这个photonic crystal surface emitting laser 呢，它是使用 band edge 的 effect。就是光子晶体能带边缘的效应，让光呢能够在光子晶体里面做同调的震荡，形成共振腔，然后呢又从面出光发射。那这种光子晶体面色型雷射呢，最近尤其是像今年2023年在 Nature 上面，京都大学的 Noda 教授呢发表了3 mm 宽度的才3 mm 宽度的这样子的一个pixel 的大小 ，aperture 的大小 ，CW 呢就可以达到50瓦的一个输出了50瓦的输出了，所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成果。那预计未来这种新型的这种面色型雷射，它们的输出的功率呢可以越来越高，它们的特性呢可能会越来越好。好，那最后呢就是半导体雷射呢，最近几年的研究呢是希望说能够和其他的元件或者是其他的材料呢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像这个呢就是一个研究已经一段时间的一种整合的方式，就是把半导体雷射35的薄膜和 SOI 的基板整合。SOI 叫做 Silicon on Insulator。这种 Silicon on Insulator 的结构呢，其实就是在 Silicon 的基板上面，我们会有一层 SiO2， 然后上面呢是 Silicon 层，这个 Silicon 的厚度呢大概只有200奈米。那这个 SiO2 的厚度呢，通常就有1到2个 micron 以上。有了这个 Silicon dioxide， 我的光就会被局限在这个 Silicon 层，就会形成一个波导的结构，所以呢，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 Silicon 的 waveguide， 然后可以用这个 CMOS compatible 的制程呢来去做各种光学元件。那尽管它可以做各种光学元件，但是呢，因为 Silicon 本身不会发光，所以呢，我们还是得要把这个35半导体用整合的方式呢，整合到这个 SOI 的基板上面。那这个呢，就是整合完毕之后，我们可以做出雷射的这样子的一个架构。Laser integrate on SOI。那甚至可以在上面，我们可以做出 DFB 的雷射，也可以做出叫做EML。我们就是用电
的方式electron absorption 的 modulator 来作为光调变的开关的一个机制，让它可以形成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叫做外部条件 external 的 modulation， 不是 direct modulation 的这种形式的这种光源，这个功能非常的强大。那这边呢就是56G 的 EML 和 DFB 放在 SOI 的基板上面的一种整合的一个结果。那当然也有人不只用在这个 Silicon 的整合上面也有人整合到其他种类的基板上面都有，甚至跟二维材料去做结合也有。那除了跟别种材料整合之外，雷射也可以跟其他种元件整合在一起。那这边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范例，就是这个VCSEL它跟 transistor 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一种 transistor 的雷射。这种 transistor 呢其实就是一种 HBT。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HBT 的 P 层对不起 HBT 的 emitter 这个是 base 这是 collector。那我们可以在 emitter 的上方呢做 dBr， 在 collector 的下方呢做 dBr， 然后呢在 base 的中央呢放入 quantum well。OK， 那么电子和电动就会在这边做局限。那所以这个 transistor VCSEL 呢就直接把 modulation 的电路和发光元件呢全部整合在一起，它可以把 driver 的部分，就是那个 transistor 的部分呢把它省略掉。然后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发明，可以直接调变这个 VCSEL， 整合了调变的电路的这个 transistor， 还有雷射的共振腔呢把它整合在一起。那我们也可以把像刚刚的这个 VCSEL， 像这边的这个雷射的元件呢就跟 EML整合。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呢来去整合其他的元件，各式各样的方式呢就有待于各位就是听众呢去发挥你的想象力，把这个半导体雷射和其他的元件呢做更新颖、更多功能的整合。OK， 好，那么我们终于完成了这30单元第2期的这个新兴智慧显示科技教育联盟的课程LED 与 LED 制程与应用。希望经过这30个单元的简单的介绍，让各位能够多有收获，也多有启发。OK， 拜拜。